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天幕提升实力的这段时间中，古元一直在监控着魂族。魂族不仅没有大批人员出入的迹象，甚至就连单个出入的人都极少，而那些单个出现的人也都被联军拦截了下来。萧炎叹了口气，他们现在只能等魂族有所动作。这时，脚步僵硬的萧鼎和龙行虎步的萧厉走进庭院。萧鼎的腿是因为中了魂族的毒，所以不能行动。萧炎这段时间已经为他解了毒，只等他适应过来后，就可以恢复以往的健步如飞。来到中州后，萧鼎才知道当初萧炎为何对联盟不闻不顾，原来是在这边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联盟。萧炎笑着问他，联盟那边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现在的联盟可以算是西北地域的霸主，虽然还有不少对他们虎视眈眈的家伙，但若是他们知道萧炎在中州的势力，怕是第二天就要来俯首称臣了。说到这里，萧厉突然想起前几天萧门传给他的消息，黑角域那边出现了一些和魂殿很像的强者。萧炎一怔，想了片刻，才记起自己当年在黑角域建立的萧门。他摇了摇头，觉得那可能是魂殿在中州以外一些无关紧要的分店。萧厉点点头，决定发消息让萧门和迦南学院出手解决。萧炎刚想点头，脑海中猛地闪过一道灵光，他骤然抬头，眼中的金光疯狂地闪烁着，地底岩浆世界。萧炎突然间的暴喝，引得庭院中的人连忙围了过来。听到彩铃问自己怎么了，萧炎一把抓住他的玉手，问他还记不记得迦南学院天坟炼气塔下的地底岩浆世界。彩铃冷艳的脸颊瞬间通红，他羞恼地盯着萧炎，玉手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地扭了一下。当初彩铃就是在那里被暴走状态的萧炎给霸王印上弓了，他又怎么会不记得那里？被彩铃使劲一揪，萧炎终于清醒过来，他尴尬一笑，仰天打了个哈哈。冷静下来后，萧炎想起古玉在自己手中唯一一次出现异动的地方，便是迦南学院的地底岩浆世界。当时萧炎被蜥蜴人追杀的慌不择路，再加上他的实力不够，所以不敢多探测什么，就直接溜了。如今他回想起来，或许在那里能得到一些和古地洞府有关的消息。萧炎不敢有丝毫耽误，当下便让药老在联军中给他找10位斗圣强者，跟他和彩铃薰儿一起走一趟。正好当初萧炎他们建立了通往西北地域的空间虫洞，萧炎决定他们先走，然后让药老将这件事通知古元和雷音等人。不过这件事萧炎也不敢太过确定，所以他让古元不要撤掉监控，一旦发现魂族大批强者出动，就让他们尽快赶往黑角域。魂界经过魂族留在外界族人的严密探查，他们发现了一处名叫黑角域的地狱，和当日的图鉴相似度最大。魂天帝缓缓站起身，让距离那里最近的魂幽率领所有在外的魂族之人奔赴黑角域，并将那里清理干净。今日是迦南学院又一届新生入院，老生进入内院的喜庆日子。学院特地在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典礼。广场中央的数个擂台上人影交错，切磋得异常火爆。擂台的中央矗立着2道巨大的雕塑石像，其中一个是传说中的院长，另一个则是迦南学院最出色的人，我们的主角萧炎。听到下方的老生为新生科普萧炎的丰功伟绩，高台上的苏谦老脸浮现一抹笑容。一转眼他已经有数十年没见过萧炎了，也不知道那小子如今怎么样了。在他喃喃自语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。看着朝自己走来的萧玉、虎家和吴昊，苏谦一脸的欣慰。他们3人如今算得上是迦南学院中最出色的人物了。虎家瞥了一眼萧炎的雕像，他在苏谦身旁坐下，吐槽他又在想萧炎那个家伙。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家伙追到薰儿没有？听到吴昊说萧炎的成就不是他们能比的，虎家呸的一声说，老娘今年就能斗尊。萧玉眼中有些复杂，萧炎10多年前就敢跟斗尊硬碰了。见身边几人都在为萧炎说话，虎家也不再嘴硬叨叨。苏谦笑笑，他见周围的导师和长老们都到了，这才缓缓起身。站起身的苏谦正想开口，眉头突然一皱，他望着天际尽头，那里隐隐间传来带着血腥和杀气的破风声。吴昊立刻起身，下令让执法队和众长老戒备。片刻后，一大批黑影出现在这片天空上，
眼看来者不善，苏谦说今日乃是他迦南学院喜庆之日，不方便接待外客，还望诸位多多包涵。领头的魂幽缓缓掀开斗篷，说给他们一个时辰撤离黑角域，若是不够的话，就只能将他们尽数杀了。魂幽身旁一人突然指着下方的雕像，说那好像是萧炎的小子。魂幽脸色阴沉，原本他还想存点善心，现在看来是必须要让这里血流成河才行。魂幽下令血洗迦南学院，苏谦脸色巨变，让人发信号通知萧门。很快，萧门常驻迦南学院的护卫就赶了过来。苏谦看向天空上那些黑袍人，拱手问他们迦南学院可有得罪之处。魂幽淡淡一笑，得罪谈不上，他们不过是倒霉的在一片区域而已。听到他的话，萧门那数十个护卫全都震动着斗气双翼，爆发斗气。2名黑袍人身形一动，数道锁链划破空间，眼看自己众多手下被秒杀，萧门领头人惊呼：斗尊强者！下方的学员脸色苍白，全都一脸恐惧。吴昊眼瞳一缩，让学院的众长老和他一起出手。一心斗尊的他踏空而起，背后的重剑自动飞出。魂幽嗤笑一声，手掌再度一挥，5道达到了5星斗尊层次的恐怖气息爆开。吴昊心头一沉，但为了迦南学院，他绝不会退缩。当下他大喝一声，血色重剑劈向那5人。5名黑衣人中，一人随意点出一指，直接将血色剑罡打爆，余下的劲风更是将吴昊震得飞速倒退，喷出一口鲜血。苏谦飞身将吴昊接住，他出手时，内院方向也爆发出2道强横的气息。见到白老和千老出现，苏谦心中微微松了口气，他们俩已经达到了7星斗尊，联手的话也能和8星斗尊一战。魂幽目光转向身旁的人，让他出手都解决掉，这样一个个的现身还是挺烦的。他身旁的人脚步朝前一踏，一股属于斗圣的浩瀚气息暴涌。苏谦惨然一笑，迦南学院真的是大劫在临吗？听到千百二老问迦南学院究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黑袍人指向萧炎的雕像，说他们和萧炎扯上关系便是最大的罪。魂幽在一旁催促他，让他不要再耽搁时间。黑袍人应下之后，屈指弹向千百二老，将他们2人重伤。而后他扫向那个越看越不顺眼的巨大雕像，若不是这人的话，魂殿也不会弱得这般下场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中杀意涌动，数百丈庞大的能量巨手凭空成型，巨手重重地轰击在萧炎的雕像上。苏谦脸色惨白，等下他和千百二老会拼死拦截。他让吴昊和萧玉尽量带着学员逃走。萧玉紧咬嘴唇，望着那被巨掌击中的雕像，他突然一怔，雕像没有倒。只见灰尘消散，萧炎巨大的雕像居然毫发无损地矗立在广场上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了下来。先前那一掌，别说是摧毁一座雕像了，就算是毁掉一座山峰都没有任何问题。魂幽反应过来，连忙让出手的魂赤快退。一道平淡的声音从雕像顶上传出：区区半圣也敢毁我之像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都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